小娘子，这拳脚无眼，万一伤着你如花似玉的小脸蛋儿，可别怪我们三个不懂得怜香惜玉。你们三个大男人磨磨唧唧说这么多废话，到底打不打？不打就赶紧让开，我还赶着去吃碗馄饨面呢。少废话，看招！力气倒是挺大，可惜准头差了点。回去再练10年吧，要不要我给你们介绍个好师傅？3位小姐能光临敝府，实在是蓬荜生辉啊！这位就是犬子裴景之，今年24岁，为人老实本分，从未有过什么不好的名声。王爷，我们自然是听说过世子的大名，听说他在朝堂上被陛下问话，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这个嘛，犬子生性腼腆，不善言谈。我看还是算了吧，王爷，这亲事我们高攀不起。就这样的世子爷，怕是连个丫鬟都不愿意嫁给他吧？混账！真是气死我了！父王，孩儿给您丢脸了。王爷不好了！什么是大惊小怪的？外面有个姑娘在咱们王府门口跟3个大汉打起来了。什么姑娘？就是那个之前在阵前骂退蛮族使者的奇女子，叫阿乔的那个。她刚才在街上打了一整天。就是那个单手碎石飞檐走壁的阿乔。对，就是他。我看他那身手，10个大汉都近不了他的身。等等，他怎么跟人在咱们府门口打起来了？听说是那3个大汉不服气，追过来要继续比试，结果3招就被打趴下了。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这个姑娘，我要见见她。我说你们3个能不能有点出息？输了就输了，还追什么追？追上了不还是输吗？行了，赶紧起来滚蛋吧！别挡着王府的大门，万一哪个贵人进出多不好看啊！这位女侠好身手啊！在下镇北王裴仲武，敢问姑娘尊姓大名？民女阿乔，见过王爷。刚才在您府门口打了一架，打扰了，我这就走。姑娘且慢，我有件事想跟姑娘商量，不知可否进府一叙？王爷有什么事就在这里说吧。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，怕在贵府里惹出什么麻烦来。姑娘说笑了，就凭你这份豪爽劲儿，我喜欢。实不相瞒，我家中有个世子，性格太过软弱，经常受人欺负。我想请姑娘当他的贴身侍从，不知姑娘意下如何？贴身侍从，那不就是要伺候人的活？我可干不来。不是让你伺候人，是让你保护他，教他怎么做人。月银50两，包吃包住。你要是愿意，今天就能住进来。包吃包住，管饱吗？王府的厨子，你想吃什么就做什么，绝对管饱。行，那这个活儿我接了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我这个人脾气不好，要是看不惯的事儿，我可是要管的。你放心，我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来管这府里的风气。今天叫大家来，是有件事要宣布。这位是阿乔姑娘，从今天起，她就是世子裴景之的贴身侍从了。你就是世子？把头抬起来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老低着头像什么样子？就她一个乡下丫头，能给大哥当贴身侍从？父王，您是不是老糊涂了？放肆！你就是二公子。我听说你读书读得不错，可我怎么看着你把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？你敢骂我？我就骂你了，怎么了？你要是不服气，咱们出去比划比划，我让你一只手。你一个下人，怎么敢对主子动手动脚？来人啊，把这个疯丫头给我赶出去！三公子是吧？我听说你最近手头很紧，把王爷的字画拿去赌房卖了不少钱，要不要我当着大家的面说说你卖了多少幅，卖给了谁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还知道的可多了呢，你要不要继续听？够了！你一个不知礼数的乡下野丫头，敢在这里撒野！我要去告诉母亲，让她把你赶出去。姐姐，您要不要先说说去年冬天您克扣世子炭火的事儿？您自己屋里烧得暖烘烘的，世子的屋里连个火星子都没有，这就是您当姐姐的方式？你血口喷人！阿乔姑娘，你真是我镇北王府的福星啊！从今天起，你就在府里住下，谁敢跟你过不去，就是跟我过不去。大哥，你看看你找的什么侍从，一个比一个不像话。四公子，
您自己的功课都让世子代写了，还好意思说别人不像话？您倒是说说，您哪里像个公子了？真是不知廉耻！来人，给我打服他！世子看好了，今天正好教你第一课，该抬头时别低头。四公子，就这，还有没有更能打的？记住了，欺负老实人，早晚要还的。今天这课，世子学会了没？世子爷，你把头抬起来行不行？脖子上面顶的是脑袋，又不是石头。我今天要去皇宫跟皇子们一起上课，我心里害怕。害怕什么害怕？有我在呢。谁要是敢笑话您，我当场让他哭爹喊娘。哟，大哥今天要去皇宫上课，可别到时候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来，丢咱们镇北王府的脸。二哥您就别操心了，大哥写了名字也没人看，谁会在意一根木头叫什么名字？三哥说的对，木头就是木头。二公子、三公子、四公子，你们三位起得可真早啊！是不是昨晚做噩梦被吓醒了，所以一大早就出来找骂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们三个大男人每天不做正经事儿，就知道对自己大哥冷嘲热讽。二公子，您上个月跟人赌钱输了800两，是谁偷偷从账房支银子帮您填的窟窿？是三公子吗？哦，不对，三公子自己的赌债都还不清呢。你胡说什么？我胡说。三公子，您在南城赌房欠了300两，老板说再不给钱就要把您的名字贴在城门口，这事要不要我去跟王爷念叨念叨？四公子，您是不赌钱，您比赌钱还不如。您把世子替您写的功课拿去卖给同窗，一篇策论卖5两银子，可真会做生意。上个月您卖了3篇，这事要不要我当着王爷的面再说一遍？你一个下人，凭什么管我们裴家的事？凭我现在是世子的贴身侍从，凭王爷说了，这个家谁不服我就管谁。三位公子，你们要是觉得委屈了，咱们现在就去王爷跟前评评理，看王爷是向着你们还是向着我。走，不跟这个疯丫头一般见识。你怎么知道他们那些事儿的？来王府第1天，我就把你们家每个人的底细摸了个遍，这点本事都没有，怎么当您的贴身侍从？快看快看，镇北王府的木头世子来了！听说昨天他父王给他相看亲事，3个小姐当场就走了，一个都没看上他。那可不，就他那个木头样，谁家姑娘愿意嫁给他？嫁过去守活寡吗？刚才说话的那2位公子，能不能麻烦你们把名字报上来？我是镇南将军之子赵某，你是什么东西？一个下人也有资格问本公子的名字？你这丫鬟是从哪个犄角旮旯冒出来的？赵公子是吧？您爹镇南将军我听说过，当年在边关被蛮族打得丢了3座城池，最后还是裴仲五爷带兵去救的场。您作为败军之将的儿子，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嘲笑救命恩人的儿子？你放肆！我爹那是战略性撤退。战略性撤退，撤得连帅旗都丢了。要不要我当着大家的面，把当年的事一桩桩一件件都说清楚？孙公子，您爹是翰林学士，专门管编书写史。我听说您去年参加府试，文章写得狗屁不通，还是您爹托了关系才让您过了府试。就您这样的学问，也好意思笑话别人？你血口喷人！我是不是血口喷人，您心里比谁都清楚。孙公子，我奉劝您一句，有那功夫笑话别人，不如回家多读2本书，省得明年乡试又得麻烦您爹到处求人。裴锦之，听说你父王昨天给你说亲，被3个小姐当面拒绝了，哈哈哈哈！真是笑死我！你今年24了吧？整个京城就你一个人还没娶上媳妇，你怎么还有脸来上课？三哥您就别说了，人家裴世子脸皮薄，您再说2句他该哭了。三皇子殿下，民女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。你是什么人？谁让你进崇文殿的？民女是镇北王府世子的贴身侍从，奉镇北王之命随侍左右，参见三皇子殿下、五皇子殿下。三皇子殿下，民女听说您去年大婚，娶的是户部尚书的千金，可民女还听说那位千金出嫁前哭了1天1夜，嫁过来以后3个月都没跟您说过一句话，有这回事吗？你放肆！你敢污蔑本皇子！民女没有污蔑啊，这事儿整个京城谁不知道？您要是不信，可以随便抓个路人来问问。三皇子您自己都搞不定媳妇儿，有什么资格笑话我们世子？你，三哥算了算了，别跟一个下人一般见识，传出去不好听。五皇子殿下，您别着急，民女也听说您的事儿了。您上个月在醉仙楼跟人争花魁，被人家打得鼻青脸肿，还惊动了京兆府。这事儿要是传到皇上耳朵里，
您说皇上是怪你，还是怪那个花魁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这京城哪有藏得住的秘密？两位殿下，民女劝你们一句，管好自己的事比什么都强。我们世子是老实人，不跟你们计较。可民女不是老实人，谁要是再敢欺负我们世子，民女就把他的老底全抖出来。反正民女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这女的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也太猛了吧，连皇子都敢怼！这个臭丫头，今天让我丢了这么大的脸，我饶不了她！你别冲动，连皇子都被她怼得说不出话，你去找她麻烦不是自找没趣吗？我就不信她一个乡下丫头能翻了天！你等着，早晚有她好看！就这点胆量还放狠话，真是个草包！阿乔，今天谢谢你。行了行了，别煽情了，赶紧走，我肚子饿了。你们皇宫的饭菜好不好吃？要是不好吃，我回去让厨房给我开小灶。应该还行。这才对嘛，走，吃饭去。废物也配吃这么好的菜，一边待着去。三殿下，这饭您吃着香吗？怎么，你也想抢本皇子的？不是抢，是讨。我家世子的饭被您端走了，他还没吃饱呢。您要是不还，我就去陛下那儿讨个说法，就说三殿下在崇文殿公然抢食，欺负镇北王府的世子，传出去也不知道满朝文武怎么想。你敢威胁本皇子，你一个下贱侍从，信不信我让父皇砍你的头？砍头？行啊，不过在砍头之前，我得问陛下一句：三皇子殿下今年多大了？抢比自己大的世子的饭还骂人家废物，您这皇子当的可真体面。我怎么了我？殿下要是觉得自己有理，咱们现在就去御书房，当着陛下的面说道说道。还有世子特意让人加的药膳，世子身子弱，太医开的方子，您全吃下去了，不怕补得流鼻血？给你这种猪食，本皇子还不稀罕吃呢。世子，快吃！有些人啊，狗掀门帘，全凭一张嘴，抢的时候威风，还的时候甩脸子，也不知道谁才是废物。你刚才真敢去御书房？说什么去？吓唬他的。那种欺软怕硬的主儿，你越推他就越踩你。你今天要是继续缩着，明天他就敢踩你脸上。这就对了。吃饭。谁再敢动你一口菜，我把他爪子剁下来当配菜。今天宫里的事儿我都听说了，阿乔，你把三皇子和五皇子给怼了。王爷，民女没有主动惹事，是他们先嘲笑世子娶不到媳妇，民女才还嘴的。好，怼得好！我早就看那两个不成器的东西不顺眼了，整天不学无术，就知道欺负老实人。你今天这一出，不光是给裴景之出了气，也给我镇北王府长了脸。丢脸还差不多，得罪了皇子以后怎么办？二公子，您刚才说什么？能不能大点声说出来，让王爷也听听？没什么，我说阿条姑娘做得对。对，做得对。你们三个给我听着，从今天起，谁要是再敢欺负你们大哥，别怪我不客气。阿乔，以后这个家你看着办，谁敢不听话，你尽管收拾，出了事我兜着。是，王爷放心，民女一定把这个家管得服服帖帖的。阿乔，今天你要跟我一起上朝听政，你说话要小心一些。世子爷您放心，我有分寸，不该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说，该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会少。比如，不能说哪位大人昨晚去了哪个小妾屋里，也不能说哪位大人的公子在外面欠了多少赌债，这些我都记着呢。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不会说的。你这个人真是……行了，别磨蹭了，上轿！再不走该迟到了，到时候御史台那帮老头子又要参您一本。这姑娘就是昨天在崇文殿把三皇子和五皇子怼得说不出话的丫头。对，就是她。听说她一张嘴比刀子还快。镇南将军家的赵猛昨天被她揭了老底，回去哭了一晚上。惹不起，离她远点。你就是镇北王府新来的那个侍从。民女阿乔见过张大人。张大人您今儿气色不错，昨晚一定睡得很好吧？一个女子竟敢公然出入朝堂重地，成何体统？镇北王真是越来越不像话。张大人，民女记得您上个月上了一道折子，说镇北王治家不严，几个公子在外面惹是生非。你想说什么？现在王爷请了民女来管这几个公子，你应该高兴才对啊。怎么，民女把公子们管得太好了，您反而没东西参了，心里不痛快？你一个下人，也敢议论本官？民女不敢议论大人，民女只是觉得大人应该鼓励王爷这种知错就改的精神，您说是不是这个理？北疆蛮族虽然退兵，但边关仍有小股骚扰。
朕打算派一位钦差去北疆巡视边防，诸位爱卿谁愿意前往？陛下，臣举荐镇北王府世子裴锦之前往。裴世子虽然年轻，但毕竟是武将之后，理应为国分忧。李大人，裴世子从未去过边关，也没有任何军事经验，派他去巡视边防，是不是不太合适？王大人此言差矣。正因为裴世子没有经验，才更应该去历练历练。总不能让他一辈子躲在京城当缩头乌龟吧？裴锦之，你自己说愿不愿意去？臣站住！太和殿重地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我是镇北王府世子的贴身侍从，世子在里面被人欺负了，我进去护主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民女阿乔叩见陛下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你就是那个在阵前骂退蛮族使者的奇女子？抬起头来，让朕看看。回陛下，正是民女。朕听说过你的事迹，确实是个奇女子。不过这是朝堂议事，你一个女子进来做什么？民女进来是想问问李大人几个问题。你一介民女，有何资格问本官问题？李大人，您推荐我们世子去北疆，民女想问您，您自己去过北疆吗？本官是户部尚书，负责的是钱粮赋税，去北疆做什么？您自己都不愿意去，凭什么让我们世子去？您是不是觉得我们世子好欺负，所以专门挑软柿子捏？放肆！本官是为国举贤，你这丫头懂什么？为国举贤，李大人，您举荐我们世子，是因为他有才能吗？还是因为您自己的女婿也在候选名单里，您想让您女婿避开这个苦差事？你血口喷人！李大人，您女婿是户部员外郎张明远，这次北疆巡视的候选名单里有他的名字，您把世子推出来，不就是想让大家觉得有人选了，好让您女婿不用去吗？这事儿，您做的可不够地道。李爱卿，可有此事？陛下明鉴，臣冤枉啊！这只是这丫头的一面之词。陛下，这是候选名单的抄本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张明远3个字，民女斗不过李大人，但民女相信陛下圣明，一定能看出里面的弯弯绕绕。李爱卿，你先退下，这件事朕会再查。至于北疆巡视的人选，朕另有人选。你这丫头胆子倒是不小，你可知道诬陷朝廷命官是什么罪？陛下，民女没有诬陷任何人，民女只是说了实话。如果说实话也有罪，那民女甘愿领罚。但是民女恳请陛下，不要让一个从来没有去过边关、从来没有上过战场的年轻人去替别人背锅送死。好一个说实话！裴锦之，你有个好侍从。他是为了我才和群臣争辩，我不能这么让他一个人扛。陛下恕罪，阿乔他是为了维护臣才冒犯李大人的，臣愿意替他领罚。这世子现在倒是知道辩解，平常怎么跟闷葫芦一样？行了行了，都起来吧，朕不罚他。不过阿乔，你以后在朝堂上说话注意点分寸，这里不是王府，下次再这样，朕就不客气了。民女遵命，民女以后说话一定注意分寸，谢皇上开恩。小姑娘有胆量，李长河那个老狐狸在朝堂上嚣张了几10年，今天被你一个小丫头怼得下不来台，真是大快人心。大人过奖了，民女只是见不得有人欺负我们世子。裴圣子，你这侍从找得好啊，以后谁再敢小看你，先问问他答不答应。多谢大人。阿乔，你今天差点惹上大祸，那是户部尚书，朝中重臣。管他什么部尚书，欺负您就是不行。再说了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他那点小心思谁看不出来？只不过没人敢说罢了。你大可不用这么拼。我阿乔这辈子最看不惯的就是好人被欺负。再说了，您爹给我发月银，包吃包住，我不得对得起做了这份工钱？50两银子就？50两银子不少了，够我在乡下买5亩地了。行了，别矫情了。今天你表现也不错，敢在陛下面前替我求情了，有进步。把你们都叫来，是有件事要宣布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3个每月的月银减半。父王，为什么？我每月的月银本来就不够花，再减半我还怎么活？就是啊，父王，我们又没有犯什么错，凭什么扣我们的月银？肯定是那个阿乔在背后嚼舌根了。四公子，您说什么？大点声说，您每次说话都跟蚊子叫似的，谁听得见啊？我没说什么。哼，你们3个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，全是从账房支的银子。上个月账房支出了2000两，你们3个谁也别想赖。从今天起，月银减半，什么时候把窟窿填上了，什么时候恢复。父王，那些赌债根本就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是老三拉着我去的。二哥，你胡说八道，明明是你先带我去的，现在出了事就想把锅全甩给我。够了，你们2个还有脸互相推卸责任？阿乔，你说说，他们3个各自欠了多少？
二公子欠赌房1200两，另外还欠醉仙楼9300两。三公子欠赌房800两，另外偷卖王爷字画15幅，所得银两约1000两。四公子没有赌债，但是他把世子替他写的功课卖给同窗，一共卖了350两。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二公子，您去的那家赌坊的老板叫刘大彪，他手下有个账房先生叫孙贵，孙贵有个小舅子在我们府上当马夫。您说我是怎么知道的？那我卖字画的事呢？我明明做得很隐秘。三公子，您每次去当铺都是走在后面，可您不知道那个当铺的伙计是我师傅的远房侄儿吧？他早就认出那些字画是镇北王府的了，只是一直没说而已。父王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卖大哥写的功课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四公子您别怕，您做的事比起您两个哥哥来，那都不叫事儿。王爷，我建议四公子罚抄《论语》100遍。至于二公子和三公子嘛，老二、老三，你们两个从今天起给我待在府里，不许出门。什么时候把欠的银子还清了，什么时候再出去。阿乔，你来监督他们。是王爷放心，我一定把二公子、三公子看得死死的，保证他们连一只苍蝇都放不出去。完了，全完了。我还欠着刘老板800两，要是还不上，他会杀了我的。三公子别担心，王爷不是说了吗？月银减半，慢慢还。按照您现在的月银，每个月省着点花，还个3-5年就还清了。3-5年？那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想死也行，别死在我镇边王府里，丢人现眼。散了。哟，大哥今天不去皇宫上课了？也是，带着这么个泼辣货去朝堂上闹了一场，怕是没脸再去了吧？姐姐今天穿的可真好看，这身衣裳是新做的吧？料子看着不便宜，得花不少银子。那是自然，这可是上等云锦，一匹就要50两银子。姐姐好有钱啊！可是我记得王爷上个月不是说了吗？府里开支太大，所有人月银减2成。怎么姐姐还有钱做新衣裳？我们世子连砚台坏了都舍不得换新的呢？那是我自己攒的私房钱，跟月银没关系。哦，私房钱啊？那姐姐上次克扣世子炭火的事儿，用的是不是也是私房钱？冬天那么冷，世子屋里连个火星子都没有，姐姐屋里倒是烧得暖烘烘的，跟夏天似的。你也不嫌热？您把本该拨给世子的炭火扣下来，省下的银子是不是也做了私房钱？你一个下人，3番2次污蔑我，你真当我好欺负是不是？我现在就去告诉我娘，让她来收拾你。姐姐您尽管去告，正好我也想把去年冬天的事跟夫人好好说道说道。对了，我还听说姐姐您把府里发给下人的冬衣也扣了2成。那些下人们冬天冻得直哆嗦，有几个都生了冻疮。您说这事儿要是传到王爷耳朵里，您还能不能继续管这府里的内务？你血口喷人！姐姐，我有没有血口喷人，您心里比谁都清楚。以后规矩点，该给世子的东西一样都不能少，不然我现在就去王爷跟前，把账一笔一笔算清楚。你不怕他去告状？他不敢。他克扣下人的冬衣，这事儿要是被王爷知道了，他和他娘都吃不了兜着走。这种人就是欺软怕硬，您越是退让，他就越得寸进尺，所以对付他就得一步退都不让。走，去书房，我陪您练练字，顺便教您2招防身的功夫。世子爷，就一个简单的扫堂腿，您怎么又把自己给摔了？我不是跟您说了吗？重心要稳住，别往后仰。我觉得我已经稳住了。您这身子骨太弱了，腿上没力气。从明天开始，每天早上绕着花园跑10圈，跑完再扎半个时辰马步。10圈？10圈算什么？我以前在山上练功，每天跑50里山路，还是背着石头跑的。您这条件比我好多了，别给我找借口。我能不能少跑2圈？不行，讨价还价加2圈，12圈。来，再试一次扫堂腿，这次我扶着您的腰。你能不能别扶着我的腰？不扶腰我怎么帮你找重心？男子汉大丈夫扭扭捏捏的像什么样子？专心。比刚才好了一点，但还是不行。明天继续练，今天先到这里吧。您该画那张玉图了，我不打扰您。阿乔，你说这张图画好了之后，我应该交给谁？
当然是交给兵部啊。这种军国大事的图，不交给兵部，难道交给户部那个李大人？我怕这张图落到他们手里，反而坏事。那您就直接交给皇上。上次在朝堂上，我看皇上对您还挺和善的。您找个机会单独面圣，把这图呈上去，皇上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他知道谁在干实事，谁在混日子。你说的对，阿乔，你真聪明。二公子，腿再高一点。您这是在站桩还是在蹲茅房？阿乔姑娘，我已经站了1个时辰了，能不能让我歇会儿？不能，王爷说了，您什么时候能把欠的银子还清，什么时候就不用站了。按照您现在还钱的速度，大概还得站个3年5载，您早点习惯比较好。阿乔姑娘，我腿都在发抖了，再站下去我的腿就要断了。三公子，您偷卖字画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今天那些字画都是王爷的心血，您拿去卖了换赌资，您良心不会痛吗？要不让他们歇会儿吧。世子爷，您这个心软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改？世子爷，他们欺负您的时候，可从来没觉得您可怜。你说的对，大哥，你变了，你以前从来不会这样的。那个乡下丫头有什么好的？你们一个个都听她的。三公子，我听得见，您要是在背后说人坏话，今天的站桩加1个时辰。这个阿乔真是一把好刀，今天他把老二、老三、老四还有裴婉宁全给收拾了，我这个当爹的省了多少心？可不是嘛，老奴在府里当了20年差，头一回看到几位公子这么老实。以前他们闹腾起来，谁也管不住。我之前请了多少个教习先生，没有一个能管住他们。没想到一个乡下丫头来了不到半个月，就把这几个混账东西收拾得服服帖帖。王爷，阿乔姑娘虽然能干，但她毕竟是个外人，这样把府里的事都交给她，会不会有什么不妥？她没有私心，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裴锦之。一个没有私心的人，比那些满肚子算计的自己人可靠多了。王爷说的对，那几位公子那边要不要再加点约束？不用，让阿乔放手去管。我倒要看看那几个不成器的东西还能翻出什么浪花来。世子爷，您别照了，再照镜子都要被您照出一个窟窿来了。您穿什么都这样，不会因为多照2下就变成另外一个人。阿乔，今晚的宫宴，陛下请了所有3品以上的官员，到时候会有很多人。人多怕什么？人多我发挥得更好。您忘了我上次在太和殿是怎么怼户部尚书的啦？你是不怕，可是我怕。我这张嘴您还不知道，您就放心吧。今晚谁要是敢说您半个不字，我让他明天在整个京城都抬不起头来。那好吧，不过你答应我，除非万不得已，不要在宫宴上闹事。您放心，我有分寸，只要没人先挑事儿，我保证安安静静的吃完这顿饭。但要是有人先找茬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裴锦之，朕听说你最近在画北疆边防域图，可有此事？回陛下，确有此事。臣绘制了一份详细的边防域图，目前已经完成了大半。陛下，臣以为裴世子此言有夸大之嫌。绘制边防域图需要大量实地勘测和军情汇报。裴世子从未离开过京城，如何能画出准确的边防域图？李大人此言差矣。边防域图的绘制不仅需要实地勘测，更需要大量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分析。裴世子虽然没有去过边关，但他读过的边塞制、军报奏章不比任何人少。纸上谈兵罢了，画出来的东西能不能用，还两说呢。李大人，您上次举荐我们世子去北疆，说他没有经验，应该去历练。现在我们世子不去北疆，在京城画域图，您又说他是纸上谈兵，合着您怎么都有理，我们世子怎么做都是错。陛下面前哪有你一个下人说话的份儿？李大人，陛下刚才问的是我们世子，您抢在世子前面说话，
您算不算越俎代庖？再说了，我虽然是下人，但我是镇北王府的人，我们世子被人冤枉了，我难道连句话都不能说？阿巧，你说李大人冤枉了你们世子，那你来说说，你们世子画的玉图到底能不能用？陛下，鱼图能不能用，民女说了不算，但是民女想问李大人几个问题，如果李大人能答上来，那他说我们世子不行，民女就认了；如果李大人都答不上来，那他说我们世子不行，就是纯属放屁。陛下，这丫头出言不逊，辱骂朝廷命官，请陛下降罪。让他问，朕也很好奇，他要问你什么？李大人，第一个问题，北疆有多少座官业？不需要您说具体数字，说个大概就行。这个，本官管的是户部，不是兵部。第二个问题，蛮族每年秋冬季节南侵，最早是从哪个关隘打进来的？您不用说的太细，说个名字就行。本官是文官，不懂这些军事上的事。第三个问题，这些年边关将士的军饷是不是从您户部拨的？您每年拨了多少银子，您总该知道。军饷的数目，本官当然知道，但是不能在这里说。陛下，李大人的3个问题一个都答不上来，就这样一个人，他有什么资格说我们世子画的玉图是纸上谈兵？就这样一个人，他有什么资格说我们世子画的鱼图是纸上谈兵？他连纸上的东西都没看明白。李爱卿，你确实该好好补补功课了。北疆之事是朝廷的头等大事，你这个户部尚书一问3不知，说不过去。臣知罪，臣回去一定好好研究边关事务。裴锦之，你的玉图画好之后先给朕看看，如果确实有用，朕会让人按你的图重新修订边防图册。臣遵旨。裴世子，刚才在陛下面前可是出尽了风头啊。不过你别得意，画鱼图跟真刀真枪上战场是两码事。你这种只会耍嘴皮子的，到了战场上，怕是连马都上不去。赵公子，您上次说自己上过战场，是在哪儿上的？您爹镇南将军当年撤退的时候，您是不是跟着一起撤的？撤得还挺快吧？咦，我们赵家世代为将，轮不到你这个丫头来评说。世代为将，那您倒是说说，您上过几次战场，杀过几个敌人，立过什么战功？不用多说，说3样就行。赵兄虽然没上过战场，但赵将军可是实打实的战功赫赫。我没说赵将军不行，我说的是赵公子不行。赵公子，您自己不行就老老实实待着，别出来丢您爹的脸。您每次嘲笑我们世子，最后丢脸的都是您自己，您不觉得吗？你欺人太甚！赵公子，这杯子是宫里的，摔坏了可是要赔的，一个杯子5两银子，您是现在赔，还是我帮您去跟内务府说一声？阿乔，李大人、赵某，还有那些在背后嚼舌根的人，你虽然没当面跟他们吵，但我看到你把他们说的话都记在那本小册子里了。您说的对，我都记着呢。兵部侍郎夫人、礼部尚书夫人、太常寺卿夫人，一个都跑不掉。明天我就去找他们聊聊，不是闹事，就是聊聊。你这不是闹事是什么？这叫人若犯我，我必翻人。他们在背后说您坏话的时候，可没想过会不会伤害到您。我要是忍气吞声，他们以后只会变本加厉。谢谢你。侯爷今日大驾光临，不知有何贵干？王爷客气了，下官今日来是有一桩喜事想跟王爷商量。喜事？什么喜事？下官有一女，年方18，知书达理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下官想把她许配给贵府世子，不知王爷意下如何？侯爷，您应该知道，我家裴锦之之前被拒了不止1次亲事，您怎么突然想把女儿嫁过来？那些人有眼无珠，看不到世子的好处，下官可是看得清清楚楚。这半年来，世子在朝堂上的表现有目共睹。上次呈给陛下的北疆边防鱼图，陛下可是当众夸赞的。就因为这个？王爷是明白人，
下官也不拐弯抹角了。实不相瞒，下官看上的是世子身边那位姑娘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位阿乔姑娘。下官听说她一张嘴能抵千军万马，在朝堂上连户部尚书都敢怼，在宫宴上把镇南将军的儿子怼得摔杯子。下官的女儿要是嫁进王府，有阿乔姑娘在旁边帮衬着，保管没人敢欺负。侯爷，您的意思是，您女儿嫁给我们世子，条件是我也得陪嫁过去当帮手？不是，姑娘误会了。下官的意思是，有姑娘在王府坐镇，下官女儿嫁过来之后，日子能过得安生。下官就这一个女儿，不想让她受委屈。所以您不是冲世子来的，是冲我来的。您觉得世子没有我就护不住您女儿？侯爷，你这是在侮辱我镇北王府。我儿子再不济，也不至于要靠一个侍从来撑门面。王爷息怒，下官绝无此意。下官只是觉得世子和阿乔姑娘珠联璧合，有阿乔姑娘在，世子将来前途不可限量。下官把女儿嫁过来，也是看重这个。侯爷，多谢您的美意，但是这桩亲事我不能答应。世子，你说什么？我不能娶您的女儿，我已经有心意的人了。裴景之，你说什么？你什么时候有心仪的人了？是谁？是阿乔。你要娶一个侍从，一个乡下丫头？父王，阿乔不是普通的侍从，这半年来没有他，我可能还是那个被人嘲笑的木头世子。那个王爷，既然世子已经有了意中人，那下官就先告辞了，改日再来拜访。侯爷慢走，今天的事多有得罪了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是镇北王府的世子，将来要继承王位的。你娶一个没有家世、没有背景的乡下丫头，朝堂上那些大臣会怎么看你？皇上会怎么看你？父王，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。阿乔，你说句话，你是不是蛊惑了我儿子？王爷，我没有蛊惑任何人，世子要娶谁，那是他自己的决定。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，我阿乔不是什么大家闺秀，不会三从四德，不会绣花弹琴，我只会打架骂人，只会替人出头。你要是觉得我不配进王府的门，我明天就走，绝不纠缠。阿乔，你不能走，我说了要娶你，你就不能走。你说了就算？你问过我没有？我可还没答应嫁给你呢。那你答不答应？你这个人啊，平时连说话都不敢大声，今天当着王爷和侯爷的面说要娶我，胆子倒是不小。行，我答应你了，但是你得当着我的面再跟王爷说一遍，你到底为什么要娶我？我要娶阿乔，因为他是我见过的最勇敢、最聪明、最善良的人。裴景之，你长大了，以前你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利索，现在居然能当着我的面说出这么长长的一段来，看来这个阿乔确实把你教好了。父王，您答应了。我不答应又能怎样？你24年来第一次跟我提要求，我要是拒绝了，你还得再当10年的木头。不过阿乔，我有几个条件。王爷请说。第一，你要学规矩，不是让你变成那些扭扭捏捏的大家闺秀，但王府的礼仪、待客的规矩你多少得会一些。第二，你要给裴景之生孩子，生几个都行，但不能断了香火。第三，王爷，第3条是什么？第三，以后裴景之要是被人欺负了，你还是要替他出头，这个家不能没有你。王爷放心，这3条我都答应。第1条我慢慢学，第2条顺其自然，第3条我闭着眼睛都能做到。行了，那就这么定了，挑个好日子把婚事办了。裴景之，你去把这件事儿告诉你那几个弟弟和姐姐，让他们也高兴高兴。王爷，宾客们陆续到了，赵将军到了，王尚书到了，还有3皇子殿下和5皇子殿下也来了。都请进来吧。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不管以前有什么过节，都给我客气点。王爷，那个镇南将军的儿子赵蒙也来了，还带了一大帮武将子弟，老奴怕他们闹事。
怕什么？今天阿乔在，他们要是敢闹事，那就是自找没趣。让他们进来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能翻出什么浪花。今天本来是想来看笑话的，没想到那个乡下丫头还真嫁进王府了。哼，嫁进来又怎么样？还不是一个没教养的野丫头。以后有她丢人的时候，小声点儿。那丫头耳朵尖得很，上次在崇文殿的事你忘了？听说新娘子连3书6礼都没走全，就从侍从直接变成了世子妃。这镇北王府的规矩真是让人看不懂。可不是嘛，一个乡下丫头，大字不识几个，怎么当世子妃？以后王府的内务还不乱成一锅粥？两位夫人，我虽然大字不识几个，但我记性特别好。上次宫宴上你们说的话，我全都记在小册子里了。要不要我现在当着所有人的面，一条一条念出来给大家听听？不用不用，世子妃说笑了，我们是来贺喜的，不是来挑事的。既然是来贺喜的，就好好坐着吃酒，别在背后嚼舌根，这样对你们的身份不好，对你们家老爷的官声更不好。你今天要跟我上朝，怎么不穿世子妃的诰命服？穿那个不方便打架，万一有人在朝堂上欺负你，我穿着裙子怎么动手？你昨天不是说了吗？以后谁都不敢欺负我了。以防万一，我这根鞭子还没打过瘾呢。要是有人送上门来，我不介意再练练手。她怎么又穿成那样？不是都当世子妃了吗？你管她穿成什么样，反正咱们离她远点就行了。二哥三哥，你们别说了，她耳朵尖着呢。三位公子，今天起得挺早啊。对了，从下个月开始，你们的月龄再减2成。我已经跟王爷说过了，王爷同意了。什么？又减2成？那我还怎么活？二公子，您欠的债还没还清呢，省着点花吧。再说了，我这个世子妃刚进门，总得做点事立立威，就拿您开刀了，您忍忍吧。为什么又是我？因为你好欺负啊。走了，锦之哥，上朝去，再不走该迟到了。你叫我什么？叫你锦之哥。怎么了？不爱听？爱听，爱听，以后就这么叫。